在上4集里总结了我练拳时碰到的20种毛病和自我改正的方法中的16个。这次我们再一起分享另4个常见的毛病，拳友们一起分享。如果你有同样的问题，这些方法能够给你作为参考，希望对你有所帮助。17. 脚没内扣。10脚踏地，以脚跟为轴，脚尖由外向内为扣脚。当我们进走倒八时，脚底肌肉原地圆形运动，脚的位置不变，就像个转盘或模子般，以脚底肌肉一面的挤压，造成与地表的压缩与回馈，带动身体的转动，但实际上脚并未转动。这时就会感觉劲的产生。拳架的运走时，就能起到起根于脚，发于腿，主宰于腰，行于手，节节贯穿，使身体的外形不松散。如陈氏太极拳单边动作，左手开就扣右脚，为了让在定势时候右脚有更好的支撑，一边是向外延展，向外延伸的一边是扣脚和裆，就有很好的支撑。定势不要过于软，也不要僵硬，在放松的基础上有一个饱满的膨劲在身上。如果不扣脚，半边身体外形上都是松散的，劲力上就不贯通，动作过于松塌。18没手中，不可过中线。人的中线位置的人体最重要的部位，有重要的内脏器官，有敏感的中枢神经，有承担支撑的脊椎，有承担转动的腰部肌肉和神经系统，更为复杂的是具有综合指挥能力的大脑。所以人的中线是参差不得的，手中就是手中线为主的人体中部位置。中心线简称中线的作用是区分身体左右的，从上丹田、鼻尖、山中穴到会阴，是我们人体的对称线。中心线两边对称。我们在练拳的时候常说手是2扇门，各管一边，不能过中线。为什么不能过中线？因为只要你的手腕一过中线，你的小臂失去了支点，手上的劲就卸掉了，整劲也就受到破坏，手也使不上力。所以左不过右，右不过左，这条线对我们练太极拳来讲，它的作用还是很大的。过了中线，没手中就给对手有机可乘。在击击和推手时的所谓手中，就是手的这条中线。推手较技当中，中心线向来是攻防的重点，攻击中心线可以直接动摇对方的身体，自然也就成了防守的要处。19虚实转换。太极拳的整套动作都是由虚实、动静、刚柔相互转换而形成的整体运动。在身正、体松、轻缓的姿势和动作情况下，要求身、手、步都分清虚实，同内部的虚实转换相一致。因此，太极拳要求内外、上下、左右、前后都要分清虚实的。下肢是稳定重心的关键，因此首先要注意两腿的转换虚实，使动作平稳舒展，中正不偏，没有摇晃不稳之处。两腿虚实越练越细致，就能够逐步提高运动量。待步行，步法熟练，形成动力定型之后，就需要随着重心的不断移动，把注意力集中到手法、身法和步法的虚实转换、上下相随、连贯和谐方面，进一步练正确内外虚实变化的统一，由内部的虚实变换来指挥外部的虚实变换，势能移动全动，和谐协调。这是一种细致的、复杂的锻炼方法。手与足上下相随的关键在于手随足，足随手的上下划分虚实。在运转时，有的动作手虚足一虚，手实足一虚，例如杨氏武士的单边和闪通背；也有的动作在运转时，左手在上为虚足，左足在下为实；右手在上为虚，右足在下为实，例如云手。这样错综交互上下，左右划分虚实，动作就能圆转自如，无不得力处，内劲也不偏于一边而失去原来的中正姿势。内外合一的虚实变换，还要和呼吸自然结合。20一身背武功。一身背武功指的是身躯犹如一张弓，两手为2张弓，两足为2张弓，武功合一，即为全身的整体劲，周身一家，各种相连，形成虚实的变换与灵动，
身体中的这五张弓为弧形变化，不断直进沾逼，在动作的变化同时，周身规矩合一，触之则旋转灵活，能续能发，滔滔不绝。身弓以腰为弓把，其后腰及命门穴始终以一贯注，中定而不摇摆。动作时以命门穴为原动力，两腰肾旋转抽换，带动胸背部肌肉弧形松沉，变换虚实。手弓以肘为弓把，以注意于肘节，使沉着松静而有定向。足弓以膝为弓把，胯骨与足跟为弓梢。足弓背，则膝关节有力而微前挺，膝关节不可超过足尖，胯骨松沉而后撑。臀部与足跟齐，臀部之劲要贯到足跟，两足跟足趾、足掌、足跟下沉而又劲往上翻。腰腿之劲自然相顺相随。明白太极拳的这五张弓，就能理解太极拳的阴阳变化及弧线的运动规律。弯曲的下肢，在不断的拳法练习中，可以增加下肢的力量，提高身体的稳定性，并能将力由地而传于身，以腰为主宰，节节贯穿之力，形成力的转化，使其在身躯的转换开合之中，将力传递至双臂之中，沉肩坠肘，形成上下合力，将力集于身体之中，而随着动作的转化而发出大的力量，这便是整劲的运转之法。20种练太极拳的毛病和自我改正的方法应结束了。拳友们可以用手机或相机拍摄平时练拳的视频，然后反复看，也可以对着大片的镜子练，找到自己的缺点和毛病，再自我改正，你的太极拳架就会越来越标准。今天分享的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如果你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你有所帮助的话，就请你点个赞。你的每个留言和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。你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，更多的知识与你分享。非常感谢你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